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？过年回家，你跟你爸妈坐在客厅，桌上摆着年菜，电视开着，每个人都在，但你们聊的全都是安全的话题。工作怎么样？身体还好吗？什么时候要结婚？至于那些真正该讲的话，你其实很累。你跟他们记忆中的那个小孩已经不一样了。你有很多事情不敢让他们知道。反而是离开了那个客厅，回到自己住的地方，跟朋友、跟另一半，甚至跟一个不怎么熟的同事，你反而什么都能讲。家人就是这样，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扮演自己该演的角色，妈妈演妈妈，爸爸演爸爸，小孩演小孩，没有人真的100%在彼此面前做自己。而那些真正重要的话，通常都是在对方不在的时候才说得出口。蒋木许把这件事拍成了电影，而且威尼斯影展把金狮奖颁给了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叫《家庭日》，英文片名直接就是全家点名 ：Father, Mother, Sister, Brother。导演是吉姆·蒋木许。美国独立电影圈的神级人物，主演有凯特·布兰奇、亚当·崔佛、夏绿蒂·兰普林。但这部电影里面没有吵架，没有大和解，没有谁哭着说对不起，只有3组成年子女各自回去看他们的爸妈，然后坐在那里演一场心知肚明的戏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跟你聊一件事。为什么在家人面前，我们永远没办法完全做自己？电影有3个故事，3组成年子女各自踏上回家看父母的路。这就像一张专辑里的3首歌，主题一样，旋律不同。他把所有戏剧冲突全部抽掉，只留下那些没什么好说的空白。但这些空白才是重点。家庭生活从来不是由重大事件定义的，而是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累积而成。一对姐弟开车去探望独居的老爸，一进门，他们就发现不对劲，房子被刻意弄得很乱，墙壁有裂痕，老爸连杯茶都不泡，端水出来给你喝，手上带着一只真品劳力士，却跟小孩说是便宜假货。姐弟俩看得出来那只劳力士是真的，但他们没有戳破，因为他们也在演。他们演的是我相信你，但其实心里很清楚，老爸在说谎。3个人围着一张3角桌坐着，不停换位置，怎么做都不对。客厅安静到只剩下水龙头在滴水，有一个位置是背对屋内，面向窗外雪景。那个位置好像是这个家里唯一可以喘口气的地方。你坐在那里，不用面对彼此，你只要看着外面的雪。不只是小孩在忍受这场尴尬的探访，老爸也在忍。他等小孩走，等了好久，小孩一走，他就换衣服出门了。他才是那个配合演出的人。小孩回来，他就演那个需要被探望的爸爸。小孩走了，他继续过他的人生。父母对孩子不诚实的理由有很多，保护自己的界限，想当孩子的引导者，或是想隐藏某些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而且这些秘密即便是家人也未必会知道。有时候甚至要等到人走了，你才在整理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一个你从来不知道的人生片段。场景换到都柏林，夏绿蒂·兰普林演一个小说家妈妈，准备了超精致的下午茶，等2个女儿回来。1年1次，是她心理师建议的。凯特·布兰奇演姐姐，在文化机构上班，一回到妈妈面前就自动缩成乖女孩。维奇·克雷普演妹妹，自由奔放，但对自己的人生说了谎，不敢让妈妈知道她在跟谁交往。餐桌布置得完美无缺，但这场下午茶从头到尾没有人真正在聊自己的近况。
聊的都是一些安全的话题，空气里全是餐具碰撞的声音和对谈之间那些卡住的3秒钟。这就是第二种说不出口的理由。一回到父母面前，你就变回小孩。凯特·布兰奇在访问里说了很精准的一段话。他说，手足之间最有趣的事情是，他们在外面各自长成很不同的人，但一回到家，就会自动回到7岁以前的互动模式。蒋木许写了一个非常奇怪、非常尴尬的剧本，逼着演员去演出那种为彼此而演的家庭角色扮演。在传递茶杯的过程中，有一种奇怪、僵硬的，几乎是戏谑又表演性的质感。蒋木许自己在访问里也补充了一个有趣的细节。他说他本来写的是凯特演那个调皮的妹妹，维基演拘谨的姐姐，但他们自己交换了角色。蒋木许说这样反而更好，让演员去演不像自己的角色，那种表演感就更明显了。这场下午茶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想靠近，但每个人都在后退。最后你能感受到的不是温馨，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话，像雾气一样弥漫在餐桌上。一对双胞胎回到巴黎的老公寓，他们的父母在小飞机失事中过世了，所以他们是回来整理一屋清空房子的。前面2段的父母都还在，但彼此之间无话可说。第3段的父母已经不在了，连结反而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被重新打开。双胞胎翻看父母留下的东西，然后发现原来爸妈有过一段他们完全不知道的冒险人生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你在整理长辈的衣物时，突然发现一张老照片，一封信，一个你从来没看过的东西。那一刻你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个人不只是爸爸或妈妈，他曾经年轻过，有过你完全不知道的梦想、秘密和人生。父母也是演员，他们演了一辈子的父母，你看到的永远是他们为你量身打造的那一面。然后他们走了，你终于想跟他们说那些你从来没说过的话。对话开始了，但对象已经不在了。这就是第3种角色扮演，不是你演，而是你终于发现父母也在演，只是他们的戏在你来得及问之前就已经落幕了。这段故事是整部电影的情感高点，这对双胞胎不断流露出对父母深深的爱，爱那些他们理解的部分，也爱那些他们从未理解的部分。导演蒋木许自己也说，他把3段故事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，是为了让情感在不知不觉中累积，让第3个故事达到一种安静的而非戏剧化的情感时刻。但每次他出现，都像在提醒你，家庭从来不是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事。沉默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，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重量和尴尬。这部电影是关于错过的机会、浪费了话语以及自我施加的荒芜。但这部电影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有的是那些你明明不是这样的人，却要在家人面前假装自己很好的瞬间，是那些你想问但不敢问的问题，是那些你在回家的车上反复排练，最后却一个字都没说的台词。所有人都在扮演他们该扮演的角色，那些没演出来的才是真的。这部电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3个家庭串在一起。比如一群玩滑板的少年，他们在3个故事的某些时刻用慢动作划过画面。这些滑板少年就像家庭系统之外的自由灵魂，他们不用演，没有人规定滑板少年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他们是整部电影里唯一不需要角色扮演的存在。还有手表、劳力士。第1段的老爸带着真品劳力士，却说是假货。第3段的双胞胎在整理遗物时也出现了手表。导演故意让他在每个故事里都出现，
让观众自己去想，这个家里还有多少东西是真真假假的，还有多少角色是演出来的，还有水。3个故事里都有人在讨论饮用水，水在这个电影里可能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空虚，很日常，日常到你不会特别注意。这些元素没有一个被解释，角木许不帮你画重点，他只是把它放在那里，像你家客厅里某个你每天经过但从来不会多看一眼的东西。一部安静的电影，这就是角木许对这部电影的定义。这部电影里面没有争执，没有和解，没有谁哭着说对不起，连演员自己都觉得这剧本好奇怪。但是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，在电影结束的时候，自己已经被深深打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角木许拍出了家庭里最难拍的，不是爱，不是恨，而是那些介于两者之间说不清，是那些你在家人面前永远演不出来，也永远放不下来的。大部分家庭电影都在演家人最后会彼此理解，但角木许不买这个账。他说，有时候理解就是不会发生，有时候你们只是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，喝着水，看着手表，继续演。这不是绝望，这是诚实。爱一个人不代表你有多了解他，你爱你爸妈，你爸妈也爱你，但你们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在对方面前做一个不需要演戏的人。这没关系，这不代表你们之间没有爱，只是代表你们是家人。下次你回家，如果又自动开始演那个好孩子的角色，不用急着打破它，你只要知道自己在演，就已经比大部分人都清醒了。角木许花了整部电影讲这件事，人前演不出来的才是真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这里是胡扯八道说电影，我们下次见。